性格了，一直以来我没变过，都是那么硬。重新拍，换掉所有人。天哪！我吐，我自己吐。晚上了。现在我想起来，我觉得有点过分，就是其实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去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，直蹦蹦的去，在一个茶餐厅里面，大家就拍桌子吵起来，我被导演骂了最惨，常常给人家骂了，你不适合这个圈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那 Ken 哥有吗？他常常骂导演的。反过来。爆米花看电影真的超级开心！我们现在在香港访问到2位，我这辈子没有想到可以访问到的曾哲仕大哥。哇 ，Hello， 你好。还有我们超久没见，6年没有亲自见到本人的甄子丹。哎，大家好，台湾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甄子丹。大家好。看完这部片，我觉得你们2个真的是太帅，而且要给你们大大的爱心。谢谢。你们2个对手戏真的超级可爱的，而且这应该算是你们应该第7部合作以来对手戏最多的一次。是吗？对，应该从头到尾，在我来说，从头到尾就跟甄先生。有没有新的发现？就是觉得甄子丹以前你没有看到的部分。不是在发现，才发觉。越来越老，以前没发觉我老。原来甄子丹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？因为以前呢，我跟甄先生合作都是比较少一点的对手啊，不是很多天。这回是因为他提拔我，让我来演这个角色，让我从头跟到尾。那我们每天接触下来，每天聊天，每天讲戏，来看到他的工作态度，他掌控编导演、现场所有工作，我对他认识是另外一码事。那现在怎么说？通过这个戏，我会说，我佩服他，这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，不是一个演员，是一个制作人。太客气了，没有郑老师太客气了。我从他身上呢学了很多东西嘛，那前辈，然后我非常感谢，郑老师，我找他的时候他就他有马上答应。二话不说了，他就马上就 OK， 他也非常的开通嘛，他开明嘛，他也我给他的意见，他也就是也会接受，那么同时他也给出的意见是也非常宝贵。在戏里面，就是 Ken 哥有对着丹哥说“谋府走美啊”，就是我很佩服你，我服了你。在这个拍戏的整个过程中，有没有哪一刻，就是你们对彼此就心里有默默呐喊说“哦，我服走美啊”？老了没有，他每一颗都很厉害，他真的，他每一颗都很厉害。我认为，特别我们老一辈的演员，他都有自己的，除了经验呢，差5年，就差5年，5年还是老一辈吧，都是比我大吧。兄弟，你是兄，我是弟，然后就他们自己的累积回来的一些心得经验，都会让你受服不浅的。他对每个人物很深入去，很深切去渗透的去看这个人物了。有时候我都没想过从这个角度去看。一个人物的层次，可能我在现场除了我要演，我要导，然后我也要做一个监制，很多环节都必须要照顾到。然后有时候原来他很专注，就是这个人物怎么样，然后用不同的理论来支持他的论点。不同的举例子然后不同的思维他也会跟我分享。2个人合作那么多次，应该对彼此的一些表情小动作都非常了解。比如说 Ken 哥，你看丹哥在导戏，你看他什么样的表情，你觉得你演得好？没有，我不看他表情的，我不看他表情。那怎么说呢？如果说这个戏的话，曾先生从开始对这个戏的方向。还没拿定一个主意，到最后结果出来，你看到，这个甄子丹这戏有点不一样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不能说完美，但是最起码看到他很想去改变，而且他能改变，这个很重要。不管我们你的积累有多深，如果你一成不变的话，那表示你老化，不进则退嘛。
但是不停与时俱进的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一个新的气候、新的人物。好像我们当配的演员，不是看着我自己的，而且我看甄子丹先生、看刘青云、看那个吴镇宇啊、张智霖，我跟他们没有戏，张智霖跟他没有戏，但是在法庭里面所讲的话，我听起来我的感情有进去跟他。戏是这样安排，人是一个感情，人在那个环境之下对谁的感情，你就顺其自然出来。那跟曾先生更加不用讲，因为我不会熟悉他的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行为，还有他给我的感觉，我到底在欣赏他，我怎么从那个角度去佩服他，然后有自己一种分量，我不想给他干瘪，但是也不能给他打趴。对吧？这个其实你可以戏里面看到很小节，好像拿那个火就，气死我了！他说的有道理，就你看到他很小点那个反应，他心里的状态就给他打下来、捏上来，要撑着自己有一种自尊的话，那个我觉得是很过瘾的。他很专业的，他来现场他已经全部准备好。而且他给你不同的方案、方法、方向，演不同的感觉给你，然后我会就是给你选择，甚至你知道我们创作的很多时候都在临场去改变的嘛，然后有一些修改，我看完这个回放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种方法去演了，然后他就马上可以立马去把它调整。这个就是一个好演员，资深演员，好演技的演员可以。不能说我觉得对，我就想讲，就是一个 disco 的戏，他来了拍了2天，他觉得不是那个味道，真的不是那个味道，完全不是那个味道，那怎么办？他想要重新拍，换掉所有人，哇！天哪！对呀。我是我自己出。老板傻了，他的必须的，这个完全不是那回事。后来那天人来了，化妆出来就音乐一下，连 DJ 也是他自己找的，嘣，就对了，真的变样了，大家很兴奋。对那方面我是比较，所以我觉得他比较狠的。所以你说他的执着，他的执着是对的，就让他执着吧，我们陪他执着。有时候我会把这个极限踩到最边的，有会跟公司去商讨啦、fight 啦。一直以来呢，我分享一个例子啊，虽然不是发生在这个戏里面，很多年前我拍那个，我突然间想到这个例子，就是很多年前我拍一部电影叫《杀破狼》，《杀破狼》里面有跟吴京的戏嘛，那么当时吴京就没有今天那么超级就是 superstar 了，那么厉害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签了我们这个制片人的作为底下的一个演员，然后他就把他推荐到我这个戏里面，所以在这个戏里面他的戏份并没有那么多，主要都是我洪金宝大哥，然后任达华我们3个人的戏份。然后吴京是演一个杀手，我记得就是我们的制作费很早，然后戏也拍完了，导演叶伟霆说我们没钱了，没钱拍吴京的部分。我说如果你把它删掉的话，他的人物就浪费了，没有用了。我说我就必须要把那场戏怎么样，我呢必须要拍它。然后就跟那个当时的监制吵起来，我真的去吵起来。然后我还在哪里，在一个茶餐厅里面，大家就拍桌子吵起来。我说我必须要就是你这样拍，你就伤害了他的人物，然后伤害了整部戏的整个大局。然后我就直接的找了那个投资人，那个投资人就是反正现在我想起来，我觉得有点过分，就是。其实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去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嘛，直蹦蹦的去后来就把制片就给拿了一点点多余的资金，我们钱不多啊，你看着拍啊，我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是需要一个
小巷一个后巷，什么道具什么都不要，就我2个人在那边打，就拍成了所谓《杀破狼》里面最经典的话。所以这个执着的性格呢，一直以来我没变过，都是那么硬。当然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用不同的方法去争取吧。以前就是这么就是很崩，现在说你可以给我吗？我上去还给你了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也是怎么说呢？看回头，可能就是为我打造了那么多年，能够在生存在这个圈里面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我的坚持。我必须要坚持一些信念，就是对于艺术上的信念，必须要就是这样走下去。这个电影也不例外。我到最后大家电影公司都你还在剪片呢，我已经剪了10几版了，还在剪片。明天我们要上去，在配音的过程，我还在争取。还在好似就是怎麼說，我就好像殘汁啊，就是那個我會把它榨乾了，我都要從他身上，我說可以更好的，不可能沒有更好，藝術沒有封頂的嘛，你只要你不斷去挖掘，我相信每樣東西都可以更好。明知道個犯身有事，但冇證據，我都要放人㗎，冇辦法㗎。这部片因为丹哥的角色就是改行嘛，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，就是不懂行规被骂。你们在当新人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被导演骂了最惨几次？常常给人骂了。骂最惨的是什么？骂最惨，哇，就是指着你鼻子去骂，脏话什么都出来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会这样？你可以没有做错事的。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，我特别拍功夫片啊，那个时候的文化就是那么怎么说了，不讲道理的，就是讲辈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导演说的话，没有人敢说 no， 大家都说他说的话全部都是对的。但是我年轻嘛，年轻不懂嘛，然后我很多时候我在现场都会提出疑问了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他就会引起更多的。自己自找苦了，然后就常常给人家骂那个，嘿，怎么，好也听到好多我拍戏拍了42年，肯定有浮浮沉沉很多次嘛，很多时候很多声音就说，你不适合这个圈，还有怎么你就这样不行，就打击你。但你会往心里去，不会？那个时候肯定会的嘛，年轻谁不爱听好话嘛？谁喜欢给人家批评，甚至侮辱吧，对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但是我都 OK 的，我都挺坚强，都一路下来我都是好，我就证明给你听，看。越挫越勇就对了。那 Ken 哥有吗？就是被导演骂。他常常骂导演的。反过来，我们那个进行的时候那么早，肯定会骂。但是你说骂得多吗？骂得多，谁骂你？我忘记了。真的，我们不会把这放在心里面。反正我给你骂是我错，我认了。下回不会给你骂，因为我不想错。你先矫正我们自己嘛，不要怪别人，先不怪别人。因为太多了，你记得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？他骂的对是教导你，他骂的不对，让他唱歌呗。100個人打緊牌就嚟幫手，乜咪啊？打緊100嘅人啊 ！Ken 哥难得就是亲自看到丹哥打这么多人，应该觉得很痛吧？铁人丹。他要求你想象不到，他有点神经病的，我有点挑卷，真的。他要求人还不行，再来，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我叫铁人丹嘛。
就虽然那是道具，虽然那是假的玻璃，可是摔上去还是会痛吧？其实武打跟也是一种演技吧，你必须要演出来嘛。那么可能会更辛苦，因为你需要很多体能嘛、体力嘛，你还是必须要全力以赴，才可以全力投入，你才可以演出最真实的表演。所以你不能流力的，你必须要。当然你要技巧去做了，难道你拿把刀真的去砍人吗？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。但是我们拍武打片、表演武打的那个也会常常受伤，这个是避免不了，也没有什么借口，因为也是很正常。因为我觉得任何行业它都有一种职业病。就算你是在这个办公室、写字楼里面，你整天坐，你腰都会不好。别说我们每天在片场，从早上打到晚上，肯定有，就是风险比较大。受伤最痛过的一次吗？太多了，没法去数不清了。我要说2个小时说不完。好，现在开始。那你的旧伤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吗？比如说叶问的时候的手啊，或是腰？只会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差。随着年龄，比如说一部跑车，它总会有这个引擎会开始老化。我们也是人嘛，所以当你在老化的时候，特别在年纪上来了，你就会常常会很多伤痛。我每天晚上都很难睡好了，因为太多伤痛，转来转去了。但是长时间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，常态，所以我也改变不了，只能就是这样下去。老婆会很心疼吗？老婆心疼也没办法，这个是我自己的路嘛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肯定要付出，你才可以有这个成果嘛。你们2个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很爱家、爱家顾家。但是你们拍戏这么忙，要怎么兼顾就是家庭？尤其像丹哥常常要在国外拍戏。现在好多了，现在有视频嘛，你每天都可以跟老婆、孩子跟他通话嘛。以前是比较难嘛，以前很多年前我们长途电话很贵的嘛，现在不免费嘛。我希望多点在香港拍戏了。香港拍戏我会回家吃饭嘛。那如果到在片场一拍2-3个月了就难过了。我尽量有空我会就是回家就跟家人在一起。我是觉得怎么说简单一点，各在其位，各司其职。你是丈夫，那你有没有做好你的工作位置？是吧？就是你照顾你的家庭，照顾你的生活，照顾所有的小孩，就是你有时间你给他们，尽你所能，不一定做得最好，会有我在我这来说，我能力有限，但是我觉得我我当老公的已经尽力了。如果你不满意也没办法，互相协调嘛，对吧？那你们2个都有很多的粉丝，有没有就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？就是在路上遇到粉丝，他们跟你们的互动，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次。你都不出去，难得出去的时候，难得出去，难得出去，肯定会有。因为拍电影，你那么多年，肯定有1-2部大家都看过，也会很幸运的去让观众一路下来都在支持我。Ken 哥有吗？在路上遇到的？当然会有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粉丝跟以前真的差很远，他们很有礼貌，可以跟你拍张照嘛，真的这样去问。我特别喜欢看到粉丝都进步，那我们不能不进步。以前比较跟我拍个照，现在可以拍个照吗？我觉得这个就是进步，所以很好，很高兴看到粉丝都会这样去做。那最后就是因为丹哥曾经说，你希望每一部电影都会让大家一看就知道，哇，这是甄子丹的电影，这是甄子丹的风格。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什么样的感觉是你觉得你做到甄子丹风格？因为其实我发觉你每一回都有些哲理在里面。我记得了，
叶问，我跟你对戏，你喝茶那段是有意思在里面的。对对对。这回到最后结尾澄清那一段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是一直以来我每个电影都想，可能我这个人是虽然我在接受了很多西方的，就是从小读书啊，但是我家庭我心里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，又练武了有一些武德啊那些概念呢，然后每一部电影无形中也会带出这种信息，这可能是不一样的表达方法。比如说我叶问的时候，我就因为那个年代还有这个人物是相对比较说教，但是这个片是又不一样，但是到最后了，其实也可能会同样的想带出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信息给观众。台湾的观众希望你们支持《误判》这个电影，因为里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演员，好像郑老师、郑则仕大哥一样，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叫甄子丹的小的演员，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个新电影。我觉得《误判》好看，不纯粹是它有娱乐，也可以提醒我们。我们在生活里面不要误判别人，也不要让别人误判我们，让我们生活就会过得好一点。希望大家生活愉快。看误判。谢谢，谢谢。